我亲手挖掉自己的双眼送给妹妹，只为了能够让她活下去。可她成为大帝后，却联合其他9位大帝境，将我封印在轮回印中，要一点点将我炼化致死。然而就在我临死前，轮回印竟将我的一生记忆显化了出来。此时，所有正道人士都围在轮回印前方，即便我已经被封印在轮回印中，只要没有亲眼看到我彻底消亡，所有人都提心吊胆。毕竟我可是天下唯一的天地境强者。此时，前方一个男子站出来说道：“轮回印乃是万古神器，仅需3日，便能将其彻底炼化。”此人便是正道联盟的领头人王腾，正是因为他的偷袭，天帝才被封在神器轮回印中。随着王腾的说话间，天帝的身体也慢慢虚化。可就在下一刻，天帝的身影突然消失在轮回印中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慌了。相比众人的慌乱，王腾却只是淡然一笑：“诸位不必担心，轮回印在炼化人时会显示此人一生过往，现在不过是正在显现天帝的一生而已。这也恰好说明天帝正在被炼化。”闻言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而此时的我刚刚穿越而来，本以为自己身为天帝可以逍遥世间，可融合所有记忆碎片后，我直接傻眼了。自己竟然被天选之子所率领的正道联盟封在了这轮回印中，仅需3日，自己就会生死道消。这简直是天崩开局！我也只好尽快修改融合后的记忆碎片，寻找当前的破局之法。而在轮回印外，王腾不急不慢地说道：“大家不如趁此好好看看天帝曾经做过什么龌龊事。”王腾的建议得到许多人的认可，而此刻人群中的宁冰女帝却打算离开，准备等到3日后再来。她名叫白宁冰，是天帝的亲妹妹。王腾见状淡淡一笑：“宁冰女帝更应该看下去，只有直面心中梦魇，我辈修士才能更进一步。”这时帝后也飞到白宁冰面前：“妹妹，看下去吧，我陪你一起看。王腾大帝说的颇有道理，伴随了我们这么久的梦魇，是时候直面他了。”而王腾目光炙热地锁定2人，接着扫过其他几位女帝。之前他连直视9大女帝的勇气都没有。如今天帝被封印，等到彻底将轮回印中的天地炼化，我便能顺利成为新的天帝。到时我就将这9大女帝通通收为帝妃。此刻在轮回印中的我有些绝望，即使我修为盖世，也无法再从内而外的打破轮回印。于是我的目光停在了大殿内9位女帝身上。这些人都曾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只有让他们再度站在我这边，为我打破轮回印，我才能脱困。而轮回印会显示炼化之人的过往，于是我打算稍微修改过往，然后将其显示在轮回印上。对于从小看虐文长大的我来说，不把10大女帝虐哭，跪求我原谅。我的名字就倒着写，不过就算是修改，也不能太离谱，适当的进行微调即可。最终我的目光放在了白宁冰身上。首先她是天帝的妹妹，是最早和天帝结识的人，再加上小时候的记忆，白宁冰应该不会记得太清晰，这更利于白宁冰反水到我这边。于是轮回印上的一张画面展现在了大殿众人的眼前。在画面中呈现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渔村，一家3口正坐在简陋的木桌旁吃饭。父亲是一位豪爽的中年男子，而母亲则是温婉的中年女人。此时她腹部高高隆起，显然又有了身孕，而那名5岁的男孩正是天帝小时候的模样。看着轮回印中的画面，白宁冰喃喃道：“他们就是我的父亲与母亲吗？”自出生起，白宁冰就对父母没有任何印象。儿子，你娘快生了，你想要弟弟还是妹妹？我想要个妹妹。隔壁小虎经常显摆他妹妹多贴心懂事，所以我也想要妹妹。我在镇上看了好多书，名字都取好了，就叫宁冰。大殿众人都是没想到，宁冰女帝的名字竟然是天帝亲自取的。一想到自己的名字是天帝所为，白宁冰甚至对自己的名字都厌恶了起来。吃完早饭，我陪父亲出去打鱼。父亲凭借熟练的技艺打上来5条鳗鱼。夕阳西下，我开开心心返回村子。但当我来到村子后，却被眼前的画面震惊。只见整个村子到处都是尸体，就连湖水都被染了色。当我回到家里，更是绝望到了极点。父亲和母亲全部倒在地上，母亲腹中的胎儿还没出世，便胎死腹中。这一幕直接让轮回印前的正道联盟炸开了锅。这样的开局太不符合逻辑。如果白宁冰没有出生，那么现在的宁冰女帝又从哪里来？所有人的脑子都有些不够用，白宁冰更是愣在原地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画面中我哭得撕心裂肺，明明上午都还好好的，我甚至都为妹妹想好了名字，可现在一切都恍如隔世。快走！这时父亲艰难地睁开眼皮，用尽全身力气说出几个字：“小心叶落点。”之后父亲便彻底断了气。我没有立刻逃走，对着父母的遗体重重磕了3个响头。之后我在村子里寻找幸存者，看着画面中惨烈的情景，剑神女帝心中痛恨道：“明明你也遭遇过灭村灭族之痛，为何之后你还要图留我剑神一族？”直到我确认全村再无其他活人后，拿上家里仅有的口粮，便拼命地朝山上逃去。在深山里有许多猛兽出没，哪怕是成年人都不敢轻易踏足。但我靠着之前陪父亲上山打猎的经验，还是忍着被荆棘刺伤的痛，在山上待了3天3夜。这段时间我的泪水都流干了，眼里流出的都变成了血泪。直到口粮也已经吃完，我准备去镇上隐姓埋名，打算有朝一日再报仇。结果我发现，就连整个镇子也被屠戮干净，死状和村里爹娘的死状一模一样。不仅是镇子，周边几个村子都是已经遭难。回到村子，我为父母立了墓，磕完头，我拿上父亲的打猎工具和弓箭，然后朝大山那边走去。路上渴了，我就摘一些野果充饥，饿了就打猎来饱腹。一开始我还不熟练打猎手法，但渐渐的也找到了方法。当我来到山林另一边时，我突然遇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白虎，在体型的差距下，我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经过一番挣扎，我精疲力尽的倒在地上，而白虎也张着大嘴朝我扑来。在我意识模糊之际，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信念，
我必须要活下去。在这强烈的意念之下，我的左目瞳孔在此刻一分为二，一股强大的威压在我身上爆发开来。重瞳在此刻觉醒，这一刻整个正道联盟再次炸开了锅。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天地原本就有重瞳，要知道重瞳已经是无敌路，而白宁冰更是失声自问：你明明已经有了重瞳，为什么还要再来夺取我的重瞳？这时王腾再次站出抹黑天地。大家注意，他只是单目重瞳，并非双目，他一定是看到了宁冰女帝有一目重瞳，便心生歹念，只为凑齐双目重瞳无敌天下。重瞳开启后，我发现白虎的速度在此刻放慢了无数倍，我随意一个翻滚就能躲开白虎的攻击，但此刻的我还不知道这是我觉醒重瞳后的能力。于是，在下一次白虎扑过来之际，我一个滑铲朝白虎伸下而去，手中的柴刀直接刺入了白虎腹部，将其肚子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最终，白虎怒吼一声，便再也没了生机。随后，我来到湖边洗去了身上的血迹，突然通过湖水的倒影，发现了自己左目底瞳孔，这才意识到我觉醒了契书上记载的重瞳。我喜极而泣，爹爹娘亲，你们的大仇可以得报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用白虎皮制作了一件虎皮衣服，将白虎的躯体烤成肉干充饥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听到有人的声音，于是我躲藏起来查看。只见一男一女抱着什么东西急匆匆走了过来，隐约还能听见他们说道：“这个赔钱货扔在这里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”快走快走，晦气死了。两人放下手中的襁褓，便急匆匆走了。天色太黑，我没看清两人的相貌，但那襁褓中的女婴却被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女婴哇哇大哭了起来，我急忙走过去将女婴抱了起来。女婴被我抱起，顿时就不哭了，还眨巴着眼睛嘻嘻笑了起来。我不明白女婴的父母为何要将她抛弃，但女婴这时又哭了起来。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大人们说过，大人说吃饱就不哭了，可这荒郊野外的哪里有奶水啊？于是我一狠心，直接在自己手指上咬了一口，鲜血瞬间流了出来。然后我将手指递到女婴嘴边，女婴本能的吮吸了起来，哭声也终于停止。伴随着咬破手指地方的鲜血停止流出，女婴又哭闹了起来。我见状，急忙将另一根手指咬破，再次让女婴吸吮。整整一夜，我都是靠着这种方式哄着女婴，而我整个人都肉眼可见的疲惫了许多。看着画面中的一幕，白宁冰心中情绪复杂。如果女婴是他的话，那他就是欠了天地的救命之恩。我抱着女婴来到了山下的一个小山村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村长。老村长派人去通知了其他村民，没多久，一男一女就赶了过来，他们立马痛哭流涕的大喊：“我的娃娃呀！”我有些诧异的问道：“等一下，昨天晚上不是你们亲手把这个孩子扔掉的吗？”此话一出，两人顿时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。她可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就是，你见过哪个父母会扔掉亲生女儿的？我不是很确定昨晚就是这两人，但犹豫片刻，还是把女婴交给了两人。夕阳西下，我准备离开这里去更远处看看，但临走前我还是打算去那户人家查看一番。但就在我刚走到窗外，突然听到女婴哭了起来，伴随着男人烦躁的声音：“这丫头动不动就哭，老子还要睡觉呢。反正那小子走了，不如再扔一次。”女婴母亲的声音响起：“万一又被那些多管闲事的送回来怎么办？要不我们把她卖了，可以卖给其他村里的人当个童养媳。”听到此处，我一脚踢开了房门。你们也配为人父母吗？同时，我手中已经握紧了柴刀和弓箭，男人反而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他是我生的，要怎么处理，老子说了算。我紧握拳头，寒声道：“你不是想卖了她吗？好，我买。”男人和女人有些不信的问道：“你买？你一个小屁孩有钱吗？”我让两人等我一会儿，然后朝着山上狂奔，生怕发生变故。我将那头白虎的尸体拖回了那户人家门口。这头白虎给你们，够不够？女人满心欢喜的连说够够够，男人却是更加贪婪。不够，再加上你身上这虎皮衣服才行。接过虎皮衣服，男人这才将女婴交给了我。这个赔钱货是你的了，以后她就是你的童养媳，怎么使唤她都行。我小心的接过女婴，她顿时就不哭了，并且还满脸可爱的笑了起来。随后我带着小女婴消失在了夜色中。我没家了，你也没家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相依为命，绝不分开。这时我想起曾对父亲说想要个妹妹，于是我满脸温柔的看着女婴说道：“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妹妹，只要有哥哥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饿着你；只要有哥哥在，就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。以后你就叫白宁冰。”这一刻，联盟众人终于明白，原来这个女婴就是如今的宁冰女帝。这时，甚至有人觉得宁冰女帝似乎亏欠了天帝很多东西，虽然不是亲妹妹，但胜过亲人。而白宁冰这时也淡淡开口：“天帝对我有救命之恩，等此间事了，我会闭死关，从此再不踏入世间一步。”远离那村子后，我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抱着小宁冰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开始前往下一个村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宁冰吃饭的问题，她几乎只能吃奶，吃不了其他食物。傍晚，我抵达了下一个村庄。这里虽然有很多牛羊，但我担心瘦奶吃了对宁冰的身体不好。在这里我问了个遍，都没找到适龄的产妇。于是我接连又找了3个村庄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条件的产妇。但这个产妇也有要求，必须要拿东西换才给宁冰喂奶。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就每天上山打猎，用瘦肉换产妇给宁冰喂奶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。我原本白白胖胖的身体，在奔波打猎中变得开始消瘦。不过，当看到小宁冰的小脸一天天变得红润，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。村里有人看我这样有些不忍心，建议让我把小宁冰扔掉算了。我直接一口回绝：“她是我的妹妹，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不会饿着她。无论如何，
我都不会丢下他。喂养小宁兵的那个女人也不是铁石心肠，见我日渐消瘦，她的条件也放宽了一些，而我也稍微减轻了一些压力。不久后的一天，小宁兵会说话了。爹，这天小宁兵奶声奶气的叫我惊喜之余也出言纠正他。是哥哥。爹，哥哥，再叫一次。最终在我一次次的纠正下，小宁兵终于有了进步。他这次叫了蝈蝈2个字，虽然从爹爹变成了虫子，但总归是有了进步。这时轮回印前响起了议论声。不得不说，幼年天帝对宁兵女帝太好了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宁兵女帝算是天帝的童养媳了。不过，当众人看到白宁兵杀人的眼神后，他们没敢继续说下去。而白宁兵也在脑海中问自己：最初的时候，我真的算是他的童养媳吗？可为什么之后你就变了？一眨眼便过去了5、6年，我和小宁兵都长大了，现在我也有11岁了。这天和往常一样，我带着小宁兵去打猎，突然我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。只见远处一群狼正在围攻一个少年，少年看起来和我年纪相仿。我在远处通过弓箭射死了3只野狼。由于我拥有重瞳之力，最终在我丰富的经验下，狼群全都被我给解决了，而那名少年已经被撕咬得昏迷了。我顾不上收拾战利品，背着少年往家里赶。我用药草为少年止血。就在这时，我眸光一凝，因为在少年的胸骨部位有一根充满符文的骨头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至尊骨？奇书上说，得此骨者，可为人族至尊。这一刻，联盟众人也都是倒吸一口凉气。与此同时，众人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一位大帝的身上。此人是天帝的结拜兄弟叶逍遥。他之前在一次重伤时被挖走了至尊骨，随后在王腾大帝的引导下，认为就是天帝挖走了他的至尊骨，这也是叶逍遥加入正道联盟的原因。叶逍遥坦然承认，没错，幼年救我的正是天帝。众人听完恍然大悟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但有一点很让众人不理解，天帝是后来挖走的灵帝至尊骨，但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动手呢？要知道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。王腾自认为想明白了一切，说道：很简单，肯定是天帝身边的幼年宁兵女帝的功劳。当时天帝动了贪念，但心性纯良的宁兵女帝将其制止，所以天帝才没在这个时候挖走逍遥兄的至尊骨。众人觉得王腾说的有道理，只有白宁兵看着这一幕没说话。幼年时期的事他记不清了，因为年幼时白宁兵遭遇过一场大劫，在大劫前的记忆他都非常模糊。画面中小宁兵心思单纯的说道：蝈蝈，至尊骨是什么呀？是很厉害的骨头，有了它就能成为这世间最强的至尊。小宁兵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很是单纯的说着：那把它挖出来给蝈蝈，你来当大至尊。这一刻，联盟众人皆是无语，所有人都脸色古怪的看向王腾，这怎么看都是宁兵女帝在拱火呀。王腾此刻也是满脸尴尬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此时的宁兵女帝还小，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，可以理解。白宁兵心绪有些不能平静，他没想到当时的自己竟然还会拱火天帝去挖至尊骨。对于小宁兵的话，我只是摇了摇头。妹妹，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别人的东西再好，终究是别人的。重瞳已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而白宁兵也记住了一句话：蝈蝈说的对，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，以后我会好好记住的。但一想到后来被天帝夺取他的重瞳，他的脸色就再次阴冷了下来。忙活半天，我终于为少年止住了血，伤口也进行了简单的处理。而在我的照料下，少年终于醒了过来，他开口问道：是你救了我？是我。我们的交流极为简短，少年说道：我见逍遥从不欠人情，你要什么？我想了想问道：你是修行者吗？之前少年被狼群围攻时，我发现他是有一定实力的，很像书中描述的修士。少年点了点头。能不能教我修炼？我想保护妹妹。这是一部修炼功法，能领悟到多少就看你自己了。联盟众人一看，这是一本最低级的基础修炼法，扔在路上都不会有人去捡。可幼年的我却如获珍宝，我小心的收下，朝少年道谢。随后我和少年互相交换了名字，等少年伤势恢复差不多后就离开了这里。而联盟众人却开始了议论：天帝不会就是靠着这本基础功法，最后成为了一方天帝吧？王腾大叫：不可能，天帝肯定是后来遇到了什么奇遇，才成长起来。于是，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我半炷香的时间就修出气海，踏入了炼气境。众人见状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他们中最快踏入炼气的也用了3个月。整个修行界的境界分为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河道、渡劫、大成、真仙、仙君、准仙帝、先帝、大帝。很多普通人一生都无法修出气海进入炼气，而少年时期的天帝，仅凭一本烂功法就轻易办到。为了找回面子，王腾又开口了：看来这都是天帝天生具备的优势，但同时这也代表天帝能踏上修行路。都仰仗了叶逍遥。如果不是他给了这本功法，或许天帝就会普通的度过一生。这时叶逍遥开口了：天帝能踏上修行路，确实来自于我。不管天帝怎样，他也曾是我的结拜大哥，参与围攻他，我心中终归有愧。此件事了后，我便闭死关，从此不再过问世间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大叫了起来：快看，少年天帝的气势还在不断攀升！此刻的我短短片刻就达到了炼气6重才停下。不是我冲击不动，而是我担心小宁兵会肚子饿，我要给他弄吃的。可小宁兵吃饱喝足后，我又开始继续修炼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从炼气6重突破到了筑基境。这一刻，联盟彻底炸开了锅。1日进筑基，哪怕寻遍诸天，也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。许多人都被这一幕震撼，但王腾还是把一切都归功于重瞳上，嘴里抹黑天帝的话一句也没少。在接下来半年内，
我的境界从筑基进入了金丹境界，又过去了2年，我已经从金丹达到了元婴巅峰。不过接下来我再怎么修炼，修为都停在了元婴巅峰，无论如何怎么钻研功法都不能进入化神境界。这时被震惊的联盟终于明白，天帝修炼的只是一本普通的基础功法，这种功法能修炼到元婴已经是极限，根本就无法达到化神境，并且也只有理论上才能修炼到元婴巅峰。可以说，少年天帝如今的境界是这部功法的极限，而不是天帝的极限。很难想象，给天帝一本好的功法，他在少年时期能修炼到何种地步。这3年过去，我和小宁冰都长大了，我14岁，小宁冰也长到了8岁。哥哥好无聊，我们去城镇那边逛逛好不好？听说那边有很多好玩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今天就去城镇玩吧。小宁冰一听，整个人都激动地跳了起来。哥哥最好最好了。小宁冰的言语中满满的都是对哥哥的崇拜，还有能出去玩的欣喜。刚进城，小宁冰就被眼前繁华的景象彻底惊呆了。这里真好玩，这里人好多呀。我带着小宁冰在城镇无忧无虑地逛着。哥哥那个是糖葫芦吗？我要吃糖葫芦，我要买糖葫芦。小宁冰身上本来就有钱，看到卖糖葫芦的小贩，直接兴奋地冲了过去。妹妹慢点！看到小宁冰跑那么快，我连忙跟了上去。但就在这时，天空之中云层之上，有一个神情阴寒的白眉修士正在俯视整个城镇。随即白眉修士大手一挥，许多人家的小女孩都不受控制，全部朝云层之上飞去，里面也包括小宁冰。她哭喊着大叫。我拼了命的想去抓住小宁冰，但无形的力量直接将我压了下来。白眉修士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处小城镇还有一位元婴巅峰的修士。不过他并没放在心上。等得到这批童女的灵魂，老夫的修为绝对能更进一步。我拼了命的去追小宁冰，已经在本能的燃烧精血，但实力差距太大，不管怎么样我都追不上。然后我看到小宁冰被这个白眉修士直接抽离了灵魂，他直接将所有童女的灵魂彻底吞噬。眨眼间，白眉修士的元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壮大，整个人的气息也暴涨了几分。联盟众人至少都是准地以上的强者，他们自然能看出这代表什么。这代表小宁冰的灵魂被消化后，再也没有任何能存活的希望。难道在这个时候宁冰女帝就死去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现在站在这里的宁冰女帝又怎么会和我们一起进攻天地？这一切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，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时王腾灵光一闪，又有了想法。诸位，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画面中的这个小女孩虽然和宁冰女帝同名，但她依旧不是真正的宁冰女帝，应该是这个小女孩在此时香消玉殒，而天帝之后又认了一个妹妹，而之后认的妹妹才是如今的宁冰女帝。众人虽然觉得这种猜想不太真实，但似乎这就是眼前最好的解释。毕竟画面中的小宁冰已经彻底死去，而白宁冰看着画面中的一幕，总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这么简单。此刻联盟所有人都听到了我在轮回印中撕心裂肺的嘶吼声。妹妹！我绝望的声音引起了白眉修士的注意，他并没将我放在眼里，而是将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小宁冰丢给我。你要吗？来给你。我无比小心地接住小宁冰，此刻他脸上没有丝毫血色，我心中仿佛被千把乱刀狂斩。妹妹你怎么样？回答我呀！其实不管我呼唤的声音有多大，小宁冰再也不能回应我了。他苍白的嘴唇和没有血色的脸，我知道这代表小宁冰生命已经终结。我直接拦在了他身前，叫喊道：“你还我妹妹！”好，你入我腹。白眉修士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但我的一道攻击却让他皱了皱眉。肉身之力竟堪比化神！而此时的我听不进任何话语，直接凌空一掌劈向白眉修士。白眉修士此刻一脸难以置信，不给白眉修士骇然的时间，我又再度冲来，和白眉修士展开贴身肉搏。突然，白眉修士冷哼一声，和道尽的气息直接将我震飞出去，但我仍然没有退缩。伴随着怒火的燃烧，我的重瞳在此刻开始一分为二。眨眼间，一股无形的威压散发开来，而白眉修士彻底被震惊了，他立马认出这就是重瞳。同时，白眉修士立马露出了狂喜之色，他在想，如果夺取重瞳之力，便是大成真仙乃至后面的准地仙帝大帝，他也不是不能争上一争。尤其是看到眼前少年只有元婴修为后，白眉修士更是觉得老天都在助他。说完，白眉修士便伸出大手，朝着被他禁锢的少年抓来。但下一秒，我的眸中闪过一抹幽光，但下一刻，一道金芒自我重瞳中爆闪，一把金色的长剑爆射而出，在我疯狂的进攻下，死也要拉你下地狱！这一刻，我发疯似的冲向白眉修士，同时我右眼重瞳射出了一道恐怖光芒，整个空间在此刻都在颤栗。白眉修士身躯瞬间被斩成2截。此刻，白眉修士彻底殒命。宁冰给你报仇了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做到了。别怕，哥哥在，你醒醒，再看看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，你一定要听见啊！刚才被我毁灭无光切开的空间裂痕，突然伸出了一只苍老干枯的手，那股力量将我包裹，然后我开始轻飘飘地降落在地。下一刻，一道苍老的身影从被我切开的空间裂痕中出现，这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妪，而联盟的白宁冰当场惊呼出声：“师父！”此人正是白宁冰的授业恩师，而联盟也再次炸锅，他们怎么都没想到，这名出手的老妪是宁冰女帝的师傅，而王腾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至极。宁冰女帝，我刚才并没冒犯尊师的意思，多谢前辈救我一命。我艰难地对着老妪扣了一礼，老妪和蔼一笑：“无妨，我今日在别处空间恰好感应到你切开空间裂痕，想来是你我有缘。”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心中涌起了最后
后的希望。还请前辈救救我的妹妹！面对我的请求，老妪则是淡淡道：已死之人，肉体凡胎与我无用，为何要救？这一刻，整个联盟都寂静了。他们原以为肯定是慈悲为怀的老妪救活了小宁兵，但事实却打了他们的脸。而白宁兵也是怔在了原地。原来师尊对我的好，也是因为我的重瞳吗？白宁兵意识到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但天帝对小宁兵这种不求回报的好，又算什么呢？突然，白宁兵发现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。见老妪不愿救小宁兵，我有些急了。前辈，我对你而言也是个将死之人，为何前辈救了我，却不救我妹妹？老妪再次和善地笑了笑。你不一样，你对我是有用之人，因为你有重瞳。少年人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会取走你的重瞳，相反，我还会将我拥有的一切都赐予你。见我一脸疑惑，老妪继续解释：我乃合欢宗之人，虽然合欢宗在上古前已经覆灭，但仍留有无上传承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传人，本以为世间再无合适之人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你。以你的天赋，定能让合欢宗重放异彩。联盟内王腾心里酸得不行，他搞不懂这些奇遇为何没发生在他身上。看到少年天帝一副很心动的样子，王腾嗤之以鼻地笑道：在我看来，少年天帝的心智也不过如此，他终究只是为了得到这份力量，变得更强而已。王腾说完这些话，心中满满的都是优越感。在王腾看来，他和天帝并没区别。这时轮回印中的少年天帝开口了：我要是得到这份传承，能救我妹妹吗？而王腾听到这句话后，有些不敢想象，少年天帝竟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有力量去救妹妹。面对我的提问，老妪直接给出了答案：不能，因为你妹妹已经死了。莫说是你，哪怕大帝在此，都救不了你妹妹。闻言，我的表情顿时平淡了下来。既然如此，这份力量对我而言也毫无意义。这一刻，老妪有些无法保持平静。你可要想清楚，即便获得这份传承不能救你的妹妹，也能让你恢复实力。这样的传承怎么会无用呢？我无比平静地说道：我现在子府元婴已炸，西海也已干涸，已经是一个废人，当不起你这份传承。老妪淡然一笑：你有重瞳，仅仅这一点就胜过其他了。有你重瞳的天赋神通，假以时日就能恢复伤势。突然我灵光一闪，问道：如果我妹妹有了重瞳，那她能不能接受合欢宗的传承？如果接受了传承，又能否死而复生？老妪有些急了：开什么玩笑？我何时说过可以救她了？我无比笃定地说道：不，前辈，你一定会救她，因为接下来她就会拥有我的这只重瞳。说完，我便做出了要把重瞳抠出来的样子。老妪当场被吓了一大跳。少年人莫要冲动，你要知道，即便我救活他，召回他的灵魂，他也会是一副活死人的状态。那我妹妹如果接受了传承，是否可以恢复如初？老妪想说些什么，但似乎真的不能说谎。最终，她缓缓点了点头。既然如此，这就够了。我一只手放在重瞳上，另一只手掌放在小宁兵的眼睛。老妪挽留的话还在继续，但我已经不再去理会。下一刻，我施展了重瞳的神通，移瞳之术。过去了很久，我忍着晕厥过去的痛苦，终于坚持了下来。等一切结束，我的右眼成了一只普通的眸子，这正是小宁兵之前的眼睛。前辈，快救我妹妹！仅仅只是这么一句，就几乎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。老妪重重叹了一口气，最终只能无奈地布下了隔绝法阵。同时，一股澎湃的魂力爆发开来。没多久，我就看到小宁兵的灵魂自空中飘了回来，在老妪的引魂术下，小宁兵苍白的脸很快又有了血色，同时他也有了气息。多谢前辈，前辈请带我妹妹前往合欢宗传承之地吧。老妪大手一挥，小宁兵便先行进入了空间裂痕。你妹妹这一去，不知要多久，等她回来要如何寻你？我平静地开口道：不必了，我想必活不到那个时候。传承之地的资源都要给传承者享用，我无权动用，不然我倒可以拿些丹药来医治你。不过在沉默片刻后，老妪还是朝我打出了几道魂力，这些魂力稍微滋养了我的灵魂。多谢前辈，您是我妹妹的大恩人。我再次朝老妪艰难地行了一礼。前辈的大恩，我定会报答。若有我能帮上的事，我一定尽心竭力。老妪笑了笑，既如此，我倒真有个不情之请。若你日后遇到门中血脉流传，请随手帮上一把。我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若有朝一日能遇到您的故人之后，我必将护他们周全。听完我的话，老妪容颜终于舒展开来。好，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带你妹妹去了。少年人，你定不会让我失望。少年人，有缘再见，希望你妹妹不会让你失望。在我对老妪的最后一礼中，老妪便带着小宁兵消失在了这片空间，而我也被老妪用最后的力量进行传送，整个人飞在空中，不知去往何方。我被传送到了一片雪地中，这样我足足倒在了大雪里1天1夜，期间都没人来帮忙。但好消息是大雪停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衣着朴素、戴着雪帽的少女，她恰巧从这里经过。少女注意到了倒在地上的少年，
他犹豫片刻，还是俯下身摇晃起了少年的身体。喂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少女晃动了少年几下，发现少年早已冻僵。少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起身想要离开。她的理智告诉她不要多管闲事，但她想离开的态度并不坚决。她每走2步就回头看一次，看得出来少女很善良。突然，少女听到了少年发出的一道呢喃声：“妹妹，爹，娘。”听到少年的呢喃后，少女终于停下了脚步。既然挂念家人，肯定不是坏人吧？最后，少女还是将少年背了起来，然后吃力地向自己的住处走去。很久之后，少女终于将少年背回了住处。就在众人以为少女要为天地解冻的时候，但少女却并没有直接生火，而是院子里拿出了一盆血进来，然后在少年的手臂上不停地搓呀搓的。少女为少年用血擦拭了半天后，虽然起到了一定的血液恢复顺畅效果，但仍旧有些治标不治本。再这么下去，少年的心脏肯定会彻底终止跳动。少女犹豫片刻后，双颊不禁有些泛红。她轻轻解开了少年的衣领，打算直接擦拭胸膛，这样效果是最好的。我可是头一次对男子这样，你千万不能死啊！少女就这么嘀咕着。可当少女解开少年上衣的瞬间，整个人正在原地。少年的胸膛上布满了狰狞的伤口，有些是旧伤，有些还在渗着血。最触目惊心的是丹田处，那里仿佛被生生掏空，只剩下一个虚无的空洞，气息微弱如风中残烛。他从未见过如此重伤却还活着的人。他记得爷爷说过，雪山之巅有1000年冰魄，可血脉疗伤，但那里有雪妖守护，凡人靠近必死。他不是凡人，他是剑神一族流落在外的血脉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。轮回印外，剑神女帝的指尖深深掐入掌心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他原本出生在南域，家族为了练就出他的剑心，才将他放逐在北域雪原历练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救下了少年天帝。后来当他返回南域家族时，没想到家族正遭遇大难，他被仇家追杀，再次逃入北境雪原时，是一个少年背起他，穿越暴风雪，将他藏在山洞中，自己引开追兵。也正是这一次悲惨的遭遇，让剑神女帝遗失了过往记忆。他一直以为那是梦，是濒死前的幻觉。原来少年就是你。画面中，阿雪爬上雪山之巅，1000年冰魄悬浮在冰洞中央，散发着幽幽蓝光。一只3眼雪妖从暗处突出，利爪直取阿雪咽喉。阿雪不会武功，却本能的侧身躲开，从怀中掏出一枚玉佩，那是他从小带着的，从不知有何用。玉佩在接触到雪妖的瞬间，爆发出刺目剑光，雪妖惨叫一声，被剑光斩成2半。阿雪愣住，低头看玉佩，上面浮现出2个小字：剑心。他来不及多想，取下冰魄，匆匆下山，将冰魄贴在少年丹田处，蓝光渗入，我苍白的面容渐渐恢复一丝血色。当我睁开眼，看见阿雪冻得发紫的嘴唇和手上被冰魄冻伤的裂口，愧疚之意伴随着沙哑的声音：你何必为了我去冒这样的险？阿雪笑了笑：你答应过我要去找妹妹的，你不能死。我沉默良久，忽然伸手轻轻擦去她脸上的血水。等我恢复，我教你练剑。王腾察觉不妙，厉声：剑神女帝，我要被幻象所惑，那是轮回印伪造的记忆。剑神女帝猛然转头，眼中寒光如伪造？那我胸口的剑痕从何而来？我为何会是寒天剑影？又为何一见他就觉得心痛？王腾还想再言，剑神女帝却已拔剑，剑锋直指震天塔。放他出来！王腾面色铁青：剑神女帝，你也要走了吗？是。剑神女帝一字一顿：若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我欠他不止这条命。帝后柳倾城闪身上前拦住剑神女：妹妹冷静，冷静！剑神女帝惨笑：若他真是那个人，那我如今围攻他，与忘恩负义有何异？柳倾城蹙眉看向轮回印，画面仍在继续。传送阵将少年与阿雪送到一处荒古秘境，冢中有一柄锈迹斑斑的古剑，剑旁刻着一行字：心剑无锋，大道至简。阿雪伸手护剑，剑身骤然亮眼，无数剑气涌入他体内。少年天帝守了他7日7夜，第7日，阿雪醒来，眼中剑意凛然，修为暴涨至元婴。他看向少年，眼神复杂。这剑认我为主了。他说我是剑神一族最后的血脉。少年天帝平静点头：你该回去了。你跟我一起。我还有事为了。什么事？报仇，寻妹，灭焰罗殿。我可以帮你。不必，你的路在剑神一族，别为我耽误。我舍不得你。我走了，留下阿雪一人在剑中。他握着古剑，泪落如雨。轮回印外，剑神女帝已泣不成声。他抬手，零星剑发出清越剑雨，剑气冲天而起，直劈震天塔。给我破！王腾怒吼，拦住他。帝后柳倾城轻叹一声，退后一步。此战我不参的。其余女帝纷纷退开，她们想起自己与天帝的过往，那些曾被认定为虚伪的温柔，此刻在轮回印中一点点浮现出真实的模样。白灵冰从塔中冲出，合欢盘光芒大盛，与剑神女帝并肩而立。你们都要反！王腾面目狰狞，白灵冰冷冷看他：是你要反，你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，焰罗殿的余孽。王腾瞳孔骤缩，胡言乱语！剑神女帝剑指王腾：当年追杀我的人都是你派去的，怕剑神一族与天帝结盟，妨碍你掌控正道联盟。话音落下，白灵冰联手剑神女帝朝着轮回印合力劈下一击，只见轮回印只是微微颤动了一下。一旁的王腾见状狂笑：是又如何？如今9帝已去其2，其余7帝重伤为愈，轮回印中的天帝也将死，你们凭什么与我斗？他身后数十名正道联盟修士齐齐上前，杀气腾腾。下一秒，轮回印直接炸了，一道身影从里面走出来，横跨万年的恩怨终于要在这一刻画上句号。